这届网友真是破案天才。前几天我看到有个网友说，日本人把这种当寿司碟，其实就是当年老祖宗拿他们开涮。这种是啥？就是电视剧里真人场合跪坐的时候，屁股底下那个小凳凳，日本人倒滑下来学习，以为是跪着，当成礼仪照抄了回去。日本人老实的跪了上千年，这也导致直至现在他们的很多人因为长期的跪姿是罗圈腿。而当年的遣唐使应该是见到了这种，还问这是啥？我们的老祖宗灵机一动说，这个是吃饭用的。日本人如获至宝，拿回去装寿司了。还有一个网友说，日本人吃的纳豆其实后边还有几个步骤，做出来就是倒齿，也就是说他们学了半天只学会第一步。还有日语中的人参，实际上指的是胡萝卜。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老祖宗把胡萝卜卖给他们，然后告诉日本人说这玩意儿是人参，这玩意儿好贵，你赶紧买。我们以为的老祖宗是言传身教，传道授业，实际上的老祖宗，后世的子孙们，我留个笑话给你们看。这么说来，好多日韩以为的传承，实际上可能都是老祖宗在耍他们。比如结婚，咱们传统的婚礼讲究一个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热热闹闹，红红火火。但是你看看韩国所谓的传统婚礼，披麻戴孝，素车白马，出家搞得跟出殡一样，阴的不得了。脑补一下大唐时期他们的素位学生看到下葬的队伍，问大唐的同学说那是在做什么思密达？大唐的同学不耐烦的说结婚呢，你爸你妈结婚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搞一下。哎，这位同学拨云见日，豁然开朗，把出殡的传统带回去出嫁用。当然还有什么结婚生日开业送花圈的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些虽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，但确实是有可能。就拿前段时间 TikTok 难民涌进来让我们帮忙起中文名字就能看出来，男的都喜提什么富贵旺财李狗蛋儿葛根粉开塞路福老太太闯红灯。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说，热情的网友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有机会一起拉屎。咱就是说，如果有机会一起拉屎被载入他们的历史，再过千年之后，两边的后代一对仗，我们的后代也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莞尔一笑，心里感叹我那幽默而迷人的老祖宗啊。